我来捡。受害人被人用刀袭击脸部的时候，曾经用手挡刀，凶手虎口部位受伤，影响到手部活动能力。交给我好了，你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啊，他刚来这里3个月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朱先生，我们怀疑你太太当年遇到的不是强奸犯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变态杀手。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朱先生，我想你应该有印象，当年你太太出事地点是元朗大天坳村，而在前一年，在那里有个度假屋发生了一宗双尸命案，当中女死者也是被人毁容，然后被人杀害。如果当年你太太遇到的是同一个人，今天这个人依然还在犯案，因为他刚刚杀死了另外一个女人。那怎么样？跟我没关系啊。你太太运气好，活了下来，但是其他受害者却无辜惨死。难道你忍心看着这个变态杀手继续到处害人，逍遥法外吗？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，你也不希望这种惨剧发生在其他女性身上吧？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你太太，她提供的线索可能会协助我们把凶手找出来。为了其他人，为了替你自己讨回公道，朱先生，我求求你。我在这里。那么多年来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不想回想起那件事，很想忘记它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只有抓到凶手，你才可以真正的放心。所以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。你们尽管问吧。虽然事隔多年，但是希望你可以尽量说出当年案发时候的经过。那次，我真的是死里逃生。那天我去那边看我姑妈。你姑妈就住在元朗大田坳村？是。我在那里吃完饭才走的，一个人出村口，准备坐小巴出市区。但是走着走着，突然有个男人扑过来，还把我拉进草丛里。请你放过我！你要钱是吗？我把钱给你。幸好我抓到一根烧烤的叉子，刺定他的后腰，他才追不到我。我是活着离开，但是左手残废了，脸还伤成这样。那个坏蛋真的很变态。虽然看不清他的样子，但你还记得他有什么特征吗？那个坏蛋戴着帽子，还戴着眼镜，大概30几岁，5尺8、9寸高。啊，我还记得他的小腿布满青筋，很恐怖。你说去看你姑妈，你跟那个村子的人熟不熟？不熟。那天是我姑妈不舒服，我才过去看她。我1年最多去1、2次。你之前有没有得罪别人，或者有没有跟人起过争执？我平时连跟别人讲话都不会太大声，怎么会跟别人争执呢？不过那天，我曾经说过一个小人。你为什么拿蛇来吓别的孩子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他可能会被蛇咬伤的？你自己也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小弟弟，你拿蛇吓人是不对的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知道吗？记得我妈咪遇害那天，也在村口说过一个小男孩。女性，元朗大田坳村，白色指甲油，橄榄绿高跟鞋，圈着的是凶手行凶犯案时的特定标记。如果我们界定凶手是有心理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行凶对象的类型、犯案的手法推断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凶徒也有可能在童年时期曾经被女人虐待过，或是曾经有女人让他有不愉快的经历，所以他长大之后很讨厌女性，尤其是一些30几岁的女人，特别是手指擦了白色指甲油的。这种人从童年开始已经会有暴力倾向，喜欢打架，或者是对动物残忍虐待。凶手在1981到82年犯案的时候，年纪大约是35岁。假如他是杀伊法的凶手，他现在的年纪应该是65岁。所以我们要找的目标是一个大约65岁的男人。梁翠贤的口供提到，他用烧烤的叉子插伤了凶手的后腰，令他受伤。这个有可能是凶手隔了那么多年才犯案的原因呢。如果这么说，这个人可能因为受伤变成伤残，已经行动不便了。
行动不便，加上已经65岁，还有没有能力杀人呢？我们也不排除30年后的今天，行凶者另有其人。梁翠贤说他没得罪别人，唯一是案发当天在村口说过一个小男孩，正好 Mandy 妈咪也是案发当天在村口说过一个小男孩，很可能是有人对那个男孩被擦着白色指甲油的女人指责，特别生气，所以动了杀机。而那个人跟那男孩可能有着亲密的关系，例如是父子。你认为30年后的这个凶手是那个小男孩？这不奇怪。有一位研究心理变态人格的专家曾经做过分析，心理变态会遗传。如果父亲用一种很残忍的手法杀人，孩子也有可能做出相同的变态行为。Mandy， 在你印象中，你妈咪说的那个男孩大概几岁？小弟弟，你拿蛇吓人是不对的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大概7、8岁左右。梁翠贤做笔录时提过，他当年说的那个男孩年纪呢，那时候是7到8岁，现在应该是37到38岁。OK， 我们锁定大田澳村，目标是找出一个37到38岁的男人，另外一个小腿上明显有很粗的青筋突出、患有静脉曲张的65岁男人，他可能是个行动不便的人。也对了。不好意思，2位警察。Madam， 什么事啊？我想问你们，这个村子最近有没有很多外人出入？外人呐，没有啊，我也希望有啊。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Sir， 我跟你说吧，这个村子啊，之前有人来收地，哇，那时候很多穿西装的在这儿来回走，哇，这多好啊，有机会搬出市区住。嘿，居然有个瘟神破坏了我们的美梦。好了，现在那些人都不来这村子了。听说发展商出天价，有个村民不肯卖给他。你说的瘟神是不是他？就是那瘟神呢，他叫赵大龙啊！也不想想自己已经坐轮椅行动不方便了，应该要换个好一点的地方，应该搬出市区住才对嘛。哎，他却不这么想，死也不肯搬走。这个赵大龙多大年纪？已经65岁了，还是想不开。凶手在1981到82年犯案的时候，年纪大约是35岁。假如他是杀伊娃的凶手，现在的年纪应该是65岁。你知不知道他住哪儿？就住在上村那边。我来帮你。行了，不用了。他叫赵大龙啊，自己已经坐着轮椅行动不方便了。谢谢。你是龙叔？你怎么认识我？我姑妈就住在下村那边，上次我来看她，看到你在跟她聊天。下村14婆？是啊，我姑妈就是14婆，我刚刚才去看过她。哦，是吗？就这样。不用捡了，不要了。哦，别浪费，反正我们有空可以送你回家。是啊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不用了。在附近更没问题了。对啊，举手之劳嘛。原来这里有上村跟下村之分啊，那么大怎么找？我最近运气好，刚才只剩下2碗豆腐花，我们都能吃到了。我相信，我想破案就一定能破案。其实你那么喜欢破案，干脆去当警察。你最近运气这么好，警察部很可能要你的。可是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。每天见面不觉得无聊吗？你会吗？我不会的。我也不会。我想跟你一辈子。我也是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看到他就离远一点。那个大坏蛋啊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抢，连小孩子的棒棒糖都抢了。我要把我的棒棒糖拿回来。难道你忘了？那个大坏蛋啊，连八婶的旺财都给杀死了。我再买根棒棒糖给你，不要再吵了。这种人从童年开始已经会有暴力倾向，喜欢打架，或者是对动物残忍虐待。布 Sir 提过，凶手是个心理变态的人，
会不会在童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？小的时候就有暴力倾向，残杀小动物，长大之后想要什么就抢。那个大坏蛋什么都要，什么都抢，连小孩子的棒棒糖都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拜托你们走吧。啊，突然之间肚子好痛啊！哎呀，一定是因为姑妈给你喝的那杯蜂蜜茶，肠胃不好你就别喝嘛。对呀，龙叔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借用一下厕所，在那边对吗？厕所很脏啊，人急起来多脏都要去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龙叔。啊，对了，我帮你把东西放好啊。哎。我们还在死者穿的牛仔裤的右边裤腿发现沾了一些灰黑色的泥土，已经验出是稀酸盐水泥，就是一般俗称的阴泥。死者的指甲上擦的白色漆状物质成分有颜料、树脂、驱干剂和防固剂，就是装修油墙用的乳胶漆。龙叔啊，我听说有发展商要收地，你有没有打算搬走啊？不知道。如果真的要搬的话，有没有人帮你呢？你有没有孩子啊？干嘛啰里啰嗦的？你们什么人呢？我们是警察，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倩儿，我们怀疑你与一宗谋杀案有关。孩子，这两个坏蛋要抓我，杀了他们！抓我爸爸！安住，安住！爸爸，孩子，爸爸！安住，坚持住，安住！安住，别害怕，已经到医院了，你要撑下去啊！请你快一点。伤者中的枪伤，大量出血 ，BP 90 ，Open 45 ，Pulse 65，谢谢。哎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没事了，安住，没事。哎，这情况如何？不知道。医生，我女朋友怎么样？伤者肺部中枪，现在情况严重，要立刻动手术。Angel 怎么样？手术已经做了2个小时。去那边坐一下。不行，
安哲一向都很坚强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对吧？不会有事的。安哲，不则说你不会有事，还有最近你运气很好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，一定会。医生，伤者体内的子弹已经拿出来了，但是伤及肺部和主动脉，未来24小时是关键时刻，尽快通知他的家人来看他，他的情况并不乐观。德仔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怎么样啊？你儿子腹部中枪，抢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到现在还没有醒。老实告诉你们，跟德仔没关系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赵大龙，你这样是不是承认30年前元朗度假屋的女死者冯小静，跟上个月在元朗发现的女死者周亦菲都是你杀的？